这是？赶紧，哎，麻烦你，能不能帮个忙，给他扶到我车上，送他去医院。好意思，小美，你等等我呀。这边，这边。安迪，我爸怎么样了？他没事吧？命姐回来了，但医生说问题很严重，具体的要做一大堆的检查。他说一堆的这些医学术语我也没太听懂，回头你问他吧。我一会儿出去一趟，因为这些钱我付了一部分，但我不知道够不够用。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再帮你举些现金好吗？不要收布。一会儿医生出来会找你，这些单子你先拿着，我去就回来。你们这几个邻居小姑娘真的是蛮好的，都蛮好的，就我不好。8000块。樊胜美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妈妈，是她不肯借钱，才导致爸爸中风送入急诊。她无法开口，唯有在心中狠狠忏悔。这样的她与她哥哥又有什么区别？雷雷，那你给你吃这个好不好？我不吃，我不吃。这个，我不吃，给你打我不吃，我不吃。我吃了啊，那我吃了啊。我不要吃。怎么了呀？总算回来了。樊姐爸爸住院了，然后樊姐跟阿姨去医院，留下雷雷让我照顾，都快疯了。那小孩，天哪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非说要吃什么巧克力，吃什么蛋糕，我真的是服了。我给他找点去啊。雷雷，我不吃。雷雷，嘿，不许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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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乖啊，你这样不乖啊，你一直出来不乖啊，雷雷，雷雷，看，巧克力派。服了。还是你厉害，马上就搞定了。不过这孩子嘴也太挑了吧，而且比我吃的还多。我也别说孩子了，折腾这么久我都饿了。哎，我需要鸡汤吧？樊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回来了正好可以喝上鸡汤了呢。那我也给樊姐打个电话，问问她那边什么情况。喂，樊姐，我刚到家，我听莹莹说你爸爸生病住院了。他有医保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得赶紧委托看谁在老家帮忙办一下转院手续，不然咱这医药费也承担不起啊。如果是大病的话，还得看看能不能找到熟人，这样子咱们能更加了解病情，跟主治医生也说得上话。小曲他有个朋友，好像就在那儿当医生的，你需不需要我打个电话问问小曲啊？好是好，可是我跟小曲的关系，关关，要不这样，你帮我跟小曲说一声，如果他愿意帮忙，那再好不过了；如果他不愿意也没关系，好吗？哦，好，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谢谢关关。病人家属啊，你们进来吧。喂，曲筱绡，樊姐她家现在出了大事儿，需要你的帮忙。美女也需要我帮忙呀？她不是平日里朋友喊了去了吗？也没个顶用的。小关，你问清楚了啊，可别是你自己自作主张。我这可得是撕下脸皮去跟前男友说话，这任务艰巨的很。你不是眼巴巴的想找机会见赵医生吗？我现在就能给你找个机会，而且这个机会肯定比你拉着小秋去看那种被车撞的小孩强。什么都骗不了你呀，坏死！我跟你说啊，安迪也认识赵医生，魏大哥也认识赵医生，但是呢，凡是谁要跟赵医生有联系的，都必须提前跟我禀报。赵医生是被我承包了的，
就一句话，你到底帮还是不帮？帮！我现在就跟安迪打电话，现在就过去。怎么样，帮吗？帮。帮我约周3下午。对。我去，这件事情谭总知道吗？那这样吧，我跟谭总商量以后，我再给你回复。行，没问题。OK， 拜。你来什么了呀？啊？怎么能脏成这样呢？里里外外不光要洗，还要做桑拿去味儿，工程有点大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小关说樊爸爸生病住院了，让我找赵医生帮忙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樊家一家老小可是为了一场纠纷逃离家乡的，那他就很有可能会为了医药费逃离医院。我可不想给我们家唐长老找麻烦。你说这忙能帮吗？小帆现在有难处，要是能帮，还是帮吧。不过你这帮之前要想清楚了，毕竟小帆家的难处和那个被撞的小孩家的难处是不一样的。被撞的小孩出院了，康复了，没事了，但是小帆他们家感觉有点遥遥无期，看不到尽头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樊大姐家的忙不是简单帮帮就能够解决的，一切得按规矩办事。你虽然帮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，但是之后的医药费就要樊大姐自己想办法了。她要是能借到钱，我可以找赵医生帮忙啊。就这意思。但是安迪呀，我必须得提醒你，像樊大姐这种没房没车的人，想要逃债那可是太容易了。上海这么大，只要她肯留意，她可以让债主一辈子都找不到她。哎呀，她爸这么一病得花不少钱，就樊大姐这点工资，还得支付她全家的开销，怎么还呢？你借钱给她要小心。其实我也就只能帮他这几天，过了这几天，他自己还是要想办法，至少得有一个态度。我打赌他想不出办法，也拿不出态度。喂，说真的，这2天樊大姐遇到的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。她的那些男人呢？她怎么一个都不找啊？或者说，她心知肚明，找了也是白找。由此说明一个现实，这就是她和这些男人之间的关系。我说她是捞女吧，在此得以证明。那个王百川是想主动提供帮助，被他拒绝了。哎，收敛一点，别真把樊小妹逼成捞女了。总之，病人现在情况很危险，必须立即手术。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人还能不能活？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必须立刻手术。那手术以后能不能恢复正常？还能活几年？有3、5天的，也有能拖上好几年的，这要看病人本身的恢复情况。刚才的出血点你们也看到了，在病人的脑干上，它会对周围脑组织造成伤害。脑干控制着肢体，现在手术就能控制出血点的继续扩大。不过，病人可能有很大几率无法像正常人一样，只能躺在床上。如果不马上手术，那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是说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手术，浑身上下除了眼珠子能动以外，哪都不能动，而且还不知道能活多久？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医生，我们需要商量一下，那有没有这个必要做这个手术？那你就商量。不用商量了，这个手术我们做的，我们肯定做的呀。钱呢？你们考虑好了再找我。你能拿得出做手术的钱吗？Andy 已经垫付了8000了，你还想管他借多少？你拿出可以抵押的资产吗？那也要做，不做我爸就没命了。我这就打电话借钱去。魏经理，那个，我想能不能从财务部那边支3个月的工资过来？因为我爸住院了，我现在急需用钱。能不能开这个先例啊？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没关系，我想别的办法。
喂，范总你好，我爸做手术需要点钱，所以我刘总你好，是我，那个是这样，我爸爸做手术需要点钱，我想问你借点钱啊，2万。什么？开什么价？对不起，我不是小姐。莲姐，能不能借我2万块钱啊？我爸住院了，需要钱。很抱歉，我现在在外地呢，在外地出席公司的年会，帮不上你。不是，我一发工资我就还给你，好吗？你爸在哪个医院？我让我秘书送1000块钱过去给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什么关系？你就这样敷衍我是吗？啊！你怎么就不问我爸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实在抱歉，这男女之事都是你情我愿的。我认为我们一直是朋友，所以我才让秘书送钱给你的。我现在很忙，而且人不在上海。等回头我回去吧，有机会再去拜访令尊大人。不是莲姐，就莲姐，流氓！都是流氓！我男朋友在外地呢，说一会儿给我汇钱。你男朋友是曲兰杰吗？你知道曲兰杰是谁吗？他是我哥，大懒人一个。可以啊。你电话又响了。喂，曲兰杰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应酬呢，在满当路呢。你没事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爸让你有空回家一趟，否则我才懒得理你。话我带到了啊，回去随便你。挂了。以后找人把眼睛擦亮点，别找这种不靠谱的。他追了我好久，还带我去很好玩的地方，给我买很好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就是玩的呢？哎呀，你傻呀！他给你买那么多东西，带你出去玩，就是为了骗你上床啊！这点钱当然无所谓了。你爸这事儿就不一样了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无底洞。我哥他又不傻，怎么可能带他往里跳呢？不要跟你说了吧，看你朋友多了去了，根本不在乎伤你。韩胜美，振作点儿！你爸现在还在急诊室里躺着呢，你坐在这儿为这个人渣哭，傻不傻？我到了，你人呢？走。曲筱绡只一眼就认出来，赵医生身边就是那位名不符实的前女友。难道他的情报错了？这位竟不是赵医生躲桃花的挡箭牌。介绍一下，夏文娟，曲筱绡。怎么样，你们的情况？病人情况不太乐观，进屋说。小美，你借到钱没有了？啊？没有。你跟那个好心的姑娘借点钱好吧？她说过的，只要你写借条，有多少钱她就借多少钱的。啊？不会这样行？为什么不会了？啊？你爸爸都这个样子了，难道你不想救他了？我说了不会就是不会，我不向他借钱。姑娘，求
回事？我刚刚在里面跟主治医生沟通了一下，他跟我说话很直接。现在呢，你们只有2个选择：不救，病人活不过3个月；救的话，就得马上手术。但是呢，病人在手术之后有很大的几率会全身瘫痪，所以必须要找专人陪护。我也帮你们打听了一下，如果进康复中心的话呢，不但价格贵，而且康复的可能性也并不大。如果不进康复中心，那么手术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就不是很高。所以，考虑到你们目前的生存成本问题，我觉得目前这个方案是比较可行的。安迪，你先去车上，这儿的事儿我来替你处理。放心吧，相信我。整个手术费需要多少钱啊？连手术加住院观察，前后也得10万左右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救还是不救，也就你们家属才能同意。当然要救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老头子就这样死掉。听着母亲的话语，樊胜美心中充满内疚。爸爸当然要救，但是钱呢？就他那一点工资，要租房，要养家，原本就捉襟见肘，而这10万块手术费，更是如一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哎，安迪啊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，我是刚从老家出差回来，给你带了一些特产，放到你们1楼的保安室了。你回来的时候麻烦拿一下。好，我知道，回头我交给小凡。不，这些特产呢，我是专门带给你的，聊表歉意。我之前做事是不怀好意，没想到你是一个实在人。我本想着你在家，正好我就不用见小美了，没想到你还在外面。这年底了，应酬比较多，你多注意身体啊。谢谢关心，我现在在医院，周围乱得很。医院？你怎么了？你现在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我现在过去。你说吧，哪家医院？你真的不用过来了，是小凡，他父亲中风急救，现在急诊室门前一片混乱，无非就是钱从哪来，到底该不该手术。我看到小曲已经被他妈跪到上墙，我应付不来这种场面，直接交给魏兄处理。如果你要有什么高招呢，你可以给一个。当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吧。你对小凡的事情已经很尽心了，之前不说是因为不想逼你表态。然后有什么好消息，我再通知你吧。OK。哎，别，你等等。安迪，我有一个挺不地道的建议，我得组织一下语言。跟我你不用组织语言，都一样。那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建议啊，你和小曲不要借钱给小美，因为经过这几天在他们家的了解，他哥哥那事儿就是一个无底洞。小美啊，她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人，她根本就不懂得把他们家的资产和她自己的资产做一个划分。她这几年赚的钱全都搭在她哥的那个无底洞里。我本以为啊，通过这件事儿，她能够有一个认识，很可惜她没有，她根本就没法拒绝她爸妈过来投靠。这么一靠，好，他们一家子全靠她身上了。今天你在医院吧？你和小曲是要把钱借给他，对吧？如果借给他，那好，那势必这笔医药费又得落在他头上。以他现在的经济能力，他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？但问题最主要的是，为什么这种东西非得让他一个人去承担？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他们家有资产，他爸妈还有他哥各有一套房，偏偏他没有。那遇到这种生老病死的大事，是不是可以卖一套房子治病救人？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？当然了，我们作为一个外人，不能强迫他们家卖房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们真这么做的话，那……我明白了。
我会立刻跟魏伟商量一下，谢谢提醒，拜拜。小梅，你爸爸他是退休的，他是有工资的呀，可我没有啊！他要是活着，还有这份钱，我们家还能过下去。以后不用事事都指望你了呀。你以为我不想救我爸吗？啊！你到现在还在说钱钱钱，可那怎么？那是我爸，我不想让他活着吗？啊！我知道。魏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有点冒昧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，我给你打个借条？可以，但是我要跟你谈利息和抵押，毕竟牵涉到10万元本金。没问题，我家里所有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。我不知道你家房子里所有都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按规矩呢，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作为抵押，比如房契一类的。这个可以有哎，兰姐，你们一家子同样到上海，应该会随身携带最重要的文件吧？你爸爸生病是全家的大事儿，应该全家出钱出力，你别光顾着想你自己有没有。你哥哥在老家应该有套房吧？依我看啊，应该把你混账哥哥的房子给卖了，给你爸治病。反正他现在出逃也用不上那套房了。如果房产证在手边，那就好办很多了。房产证放我这儿，1年期，假如1年还不上的话，我们就卖了房子收回本。不行，房产证不能给小美的呀！啊，你哥哥的房子不能卖啊！你卖了，你哥哥就会离婚的，你知道吗？小美啊，你不是说能找到人借钱的吗？离个屁呀！你那儿媳妇现在顶多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，一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，现在谁要啊？她根本就不敢跟你儿子离婚，行吗？就算她头脑发昏，非要跟你儿子离，人家好歹也给你生了一孙子了，你也够本了。阿姨，你别光顾你儿子，不顾你女儿。你女儿今年都30了，过了元旦31，剩女一个，别让她拖着一身债务，连嫁都嫁不出去，当一辈子老姑娘。你这当妈的不能这么偏心。盛美，你也是，难道你真的想头脑发昏当圣母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这把岁数了，再拖着一身债务，你还上哪掐尖去啊？是吧，樊大姐？你不会想告诉我，那个房子你有份出钱买，你有感情？行不行？一句话，要抵押赶紧抵押，反正魏大哥是债主，只要他同意，至少有钱让你爸上手术台。你想没想过，你这把岁数再背着一身债务？许潇潇为樊胜美打抱不平，越说越起劲儿。他早就对樊胜美那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满10000遍了，如今他看清了。以前那个老是死要面子、虚张声势的樊大姐，原来是一个独自扛下了所有的事、伪装坚强到让人心疼的傻大姐。可整个家庭的事，不该由樊胜美一个人来承担。大灰狼跑呀跑呀，就跑到了小猪的门前。他使劲吹了一口气。小猪的稻草房子就被大灰狼给吹跑了，小猪吓得呀，他赶紧跑，跑到他弟弟的房子里去。哎，这个木头房子呢，肯定比稻草房子坚固呀。这大灰狼吹了口气，发现没吹倒，怎么办呢？他就使劲呼，又吹了一口气。大灰狼吹了一口气，